很多人都以为公关可以压新闻，你觉得骗律师跟骗公关哪一个比较严重？我觉得骗。如果你跑不过危机处理的头7天，那这个事件就等着头7了。大家好，我是Andy老师哦。今天很开心的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生命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大贵人。大家嘛，在我去年遇到很多那种怪人怪叔，那时候其实很多朋友有给我一些建议，可是真的太多了，我不知道怎么选择，所以呢，我就选择很专业的一个人士来协助我，那就是我身旁这一位凯爷。大家好，我是凯爷汤元俊，今天很开心能够来 Andy 老师的现场，然后我刚刚有点被他吓到。你平常时讲不是这样，他突然一个开麦拉下去，我给他觉得说，这人怎么那么激动啊？凯爷呢，平常是帮很多大型公司做公关，同时他也是危机处理的专家。然后先讲，咱这不是请什么狗仔哦。啊，不找王军啊，咱这种正牌哦。像我遇到一些大型公众的这个议题，然后我的一些逻辑顺序要跟观众公清澈，这时候呢就需要凯爷帮忙，我才知道我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准备一些问题，来给你问。像我第一次告诉你我发生了这件事，你会不会觉得好这不好呀？第一次亲密接触其实也不是你啦，是你的经纪人。窗口是谁倒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个窗口带来的资讯是什么。我记得我那天看的第一个是你们双方中间的一些法律文件、存证信函啊。第二个我看到的就是你的声明嘛。很多人来跟我们第一次沟通的时候，双方其实没有互信基础，就算我们中间有人介绍，大部分人都会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因为保护自己，所以把关键点藏起来。所以对于一个危机公关，最先天的 sense 就是你要像调查局一样，要去听到他没有说的那些重点，因为真相跟真相中间可能会有个断点，所以你同时要承担当事人没有讲实话这件事情，对，那会影响到你的声誉。所以我接任何案子的时候，我们既是放大器，又是护城河。如果我今天帮错人呢？我会不会把错误的、虚假的谎言无限的放大？所以我认为在这个行业里面，基本上能够做得久的，他应该先天都有一个良知，是有一些案子他其实不会碰，因为这件事情跟他的 credit 就是跟他的信用有关。我先为每一个委托人的事件做所谓的尽职调查，非常重要，因为它其实就是对我自己职涯的一个保护。没有通过这件事情，再大的案子我们都不敢接，因为越大那个坑就越大。好，刚才我遇到一个公明的，不是遇到黑暗的。阿弥陀佛，谢谢老天。我为什么觉得你没有完了？他在这个事件里面，他还没有出手，我还有办法把这个出手的东西调整到好一点点的状态。大部分会在第一次接触就死掉或起牙的逻辑，是因为我听到委托人说我已经发了声明了，我已经记者会结束了，情况或反应不如预期。我说你那颗球就歪了嘛。危机公关里面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法则，就是你应该只有一次的发言机会。你的案子比较特别，是因为你是社会瞩目的案件，所以你还可以在隔空交火互有来往。要不然一般你会发现，品牌做完声明或品牌做完记者会，这个新闻应该就会往下走。那我当下做的一件很好的事情，是我全盘托出。你觉得骗律师跟骗公关哪一个比较严重？我觉得骗这都不行我两个都骗的话，他们你所理解的东西会有限。我们作为危机公关跟律师，我们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底线，让客人安然而退。这件事情之所以厉害或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情理法的最底的底线。当你给我的 information 少于别人那么多的时候，我们就会对不上品。模式上来说，相信你的律师跟相信你的公关是一样重要。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有很多时候对方在抹黑你的时候，不要当下立刻回应？作为一个公关，我们要在乎的是两种利害关系人的看法，社会大众的看法，因为我们是公共关系嘛。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对方出手的时候是快要深夜12点，那天当然你们就很焦急说没安诺，因为你局内人嘛。可是凯爷那时候就一副轻云淡雪，那个怎么念？就是很 chill 的告诉我，你 hold up， 你别惊。因为公关面对的是社会大众，社会大众今麦都在困啊，有反应吗？你根本不知道他刚刚出的这个手，在社会大众的反应是好还是不好，所以呢，不要打空拳，
反过头来，为什么叫你把精神养好？因为你可以隔天早上在8到12个小时之后去判断，昨天你的对手出来的招有没有对你真正在乎的人。在乎哪2种人？记得吗？社会大众，你的利害关系人。如果没有影响，你就继续睡嘛。但如果有影响，你其实有几件事情要先确定。你第一次影片里面，我们就有这个6大主轴。第一个就是你一定得自己讲嘛，对，所以你来讲。什么时候讲呢？其实那个时候箭在弦上，你就想要发了，所以所有的好时机都是你的时机嘛。在哪讲？你不是找了一个干干净净的地方录影吗？对。怎么讲？你就是像今天一样，你就是一个受害人。受害人该有的样子你会有。讲什么啊？你其实脚本我们已经过了嘛，也给你7、8个建议。这个4个小时一条龙，这个产制过程非常快速。最后一个很重要，其实大家都不知道，在这个讲话的中间的辅句。你记不记得我那时候叫你做时间轴，然后大事表是那个事情？如果你回过头来想象，你今天不是在拍影片，而是在记者会的现场，你就懂那个大字报要放在哪里了。而且那个辅具，我觉得可以帮助不了解这个事情的观众，可以一目了然，立刻看，立刻懂。题外话啊，如果真的是睡不着，那时候。没有啦，这个讲来比较俏皮，大家就是听听就好。就是如果你跑不过危机处理的头7天，那这个事件就等着头7了。大部分的人不是被事件给逼死的，他是被自己的心魔给逼死的。如果你没有坚强的心智、强壮的身体，你根本跑不过这个难关。像我当事人那时候发生这个状况，你最害怕我会做什么事？有一种叫做犯错。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我就跟你说，Andy 这个本太狠了，我觉得太多情绪字眼。对，其实太多情绪字眼的时候，会让人家觉得你其实只是在做情绪的发泄，但是没有就这个事件的本身，或者是对方的指责或指正提出清晰的回应嘛。大家关心这件事情，一定是关心这个事情的真相。但当你把情绪掩盖了这个事实的时候，大家看到的都是一个很负面的能量。我觉得它的确在这个结构里面会伤到你。然后另外一种叫做全错型，它因为一个小错不认而引发全面全错。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过就认，有错就改。其实我遇过很多当事人，半夜睡不着就在那边给我发限动，可能是情绪字眼的限动，发社群文，对，发一些有可能会让他陷入另外一场战争或者是触法的可能。然后还有一种我也很担心哦，事情出来了以后，很多不知名的亲朋好友突然帮他架虾，结果这个站虾呢又跟事实不符，搞得不知道这个人是敌军还是友军，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单一窗口，然后指定说法。觉得大众最容易误会的危机公关是什么？以前那种大公司或者是外商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拔媒体广告预算，他就会威胁那些媒体说：“你哪搞我报？”我就把今年的广告给你撤掉。以前如果接到这种关心电话，有的媒体真的就会压新闻。但是呢，现在因为其实媒体非常的多元嘛，你们 YouTube 自媒体还有脆呢，你要压新闻啊那么容易，而且大部分的媒体也不会在这个角度里面贪图你的广告费，他要的其实是不要漏新闻，因为那个流量、那个读者才是他真正 care 的东西嘛。所以很多人都以为公关可以压新闻，其实公关不会压新闻。公关做的是沟通新闻，也就是在日常的时候，我们建立一些媒体的沟通管道。那平常都是做所谓的存款，把这个品牌资产的信用存进去。你已经有这个管道了，你比较能够跟他平衡的沟通，说，其实这件事情的始末是什么？可是如果你日常没有管道呢，人家登门拜访的时候就已经是大祸临头。所以回过头来呢，最重要的工具其实还是坦然为之。只要你是不透明，在现在这个时代，其实你很难藏得住。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最容易在危机中会自爆？会自爆有几种类型，第一种就是这个人通常都是骗子啊，他只是上一次没有被抓到，但我跟你说，你上次可以，这一次不一定可以。第二种很容易自爆就是爱问又不听。就是我觉得他可能会打完全部台湾的公关公司的电话吧。还有人很喜欢，他喜欢玩拼盘。譬如说，我曾经遇过，他们遇到了业界一个前辈，问了 A 方案以后来问我，你觉得 A 方案的缺点是什么？然后要我给 B 方案，然后他最后做出一个 C 方案。危机公关的行动方案里面，每一种行动方案都是一个策略的从头到尾的执行。你拿 A 的头
B 的肚子 C 的屁股，你接起来就四不像嘛。第三个就是他以为在这场战争里面，他只要对对手讲话就好，其他的利害关系人或社会当中都不重要，重要是我都好一戏，他就是动辄得救，就是人家可以突击就都压起来啊。尤其是大集团的老板，他有时候会在这个局里面要求他要全赢，危机公关很难全赢。原因是这样，当一个这么大的集团，他如果遇到的事情是社会大众的事情，譬如说食安呐，你先天就不可能全赢，因为人家就是受害者，而你是大财团，你要求全赢的时候，很像一个大金鱼去欺负小虾米。现在这个世道没有可能，因为大家现在都会小虾米会团结呢，集结舆论去给你出力呢。自媒体又那么发达，对，你打的跟你的量级有点悬殊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同理心很重要。如果你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同理人家，而让人家有那种不好的感受，所以人家才客诉你，才造成危机事件的时候，其实你应该是虚心领教。那依你的专业角度，你觉得我在这个事件中，你干嘛要做对什么东西？我觉得回归要听话吗？我干嘛我找我的时间是对的，愿意听我的建议是对的。其实很多人都以为这场战争里面重要的是公关团队，我可以跟大家说，我没有觉得我自己在这个事件里面位居关键。我通常都会先问这个品牌的定位是什么。如果回到所谓的艺人啊或网红，那就叫做这个人的人设是什么。从那个时候也开始看了一些你的 YouTube 的影片，从云林北漂、端盘子、做灵验，好不容易拍了个片，拍了个10年才有个头，咻一下。频道也不是你的，钱也没有拿到。可是你看到阿姨，你就知道这个家庭的孩子是充满爱的培养。他就是一个云林的普通家庭，他没有那么多的资源去为你讨回公道，而只是把你一直以来的品牌定位放大。因为这个社会需要更良善的存在，因为只要是一个没有热度的社会事件，它就会下去。如果这个官司不能还他一个清白，这个土地没有良善，我不知道以后的 Andy 还愿不愿意拍。可是今天要做这样的一个角色，甚至这个对谈，对我来说都是一个莫大的压力。因为我认为这不是我这个角色最擅长的事情。觉得你传达出来的东西是很有价值的，所以我今天拍这一集是想要把你曾经跟我说过的话带给更多的观众，这是我的出发点。反正吼。一句话啦，感动就对啦，反正就是安尼啦。来个大世纪大爆爆，吓我一跳！哎呦，蛮好笑。是有凯也帮忙我，真的是成长了非常多，然后也了解了社会的这个黑暗面跟光明面。我没有因为发生这个事情，我对社会就有非常负面糟糕的看法。我还是每一个人都还是善良的，是有爱的。因为你给我的感受是这样子，或许这也是我跟你会投合的一个原因。像如果一般人遇到一些网络公审，你会给什么建议？不会列车啊？对啦，书是可以买，但常常会说这是一本永远都不希望大家用到的书。但如果你真的是一般人，你真的无心之过，你真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路上踩到了狗屎，或者讲去狗啊，该狗屎。如果你没有办法放下，那就去追究。可是如果你愿意放下，你在路上总是会踩到狗屎，跟狗都走，你又走不到那只狗，那你要为了这个狗屎弄多久？还是真的就是往下走吧？这个社会就是光明与黑暗共存，只要你内心够强大，就不用活在别人的嘴上。从我的事件中，你有看到或学到一些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吗？在我以前做传统的或者是企业的所谓的危机公关的时候，我比较不会有办法单一看到一个回应或一个影片，它的数字是到全台湾有1/2的人看过。以前我们在做危机公关操作的时候，我们会看的是媒体曝光的则数，或者是中间他们是中性的、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舆论上面的回应里面的内容好或不好，平衡吗？讨论度到底高不高？我个人是第一次，我开始尊重且重视我自己，协同委托人吧，委托人在内容里面的，因为我跟你就不是客户啊，我没有开发票给你，对，开始更加谨慎，发现要更 professional，因为你有可能说的一句话是
1000万个人看啊。如果公关的责任是跟社会大众沟通，那你的频道所有支持 Andy 老师的就是社会大众的一个很大的个体。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对你的要求比较严格，因为你拥有这么多人的支持，也就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第二个我学到就是，你知道，其实，在危机公关的世界里面，大部分看到的东西都很黑暗。为什么黑暗？为什么？因为我们处理的都是最当事人可能跟你讲最丑陋、最黑暗、最真实的话。当然，这一次我也看到很多的黑暗面。是，但我反过头来，我在这个案子里面看到，原来这块土地还有这样的良善。因为我们自己在里面的人知道，我们真的没有什么黑魔法。对你带我看了一个更大的世界，原来在自媒体的世界里面的流量如此的庞大，但我们同时也要有这么大的这个流量背负的责任。第二个就是谢谢你让我看到这么大的流量里面的良善，让我也有另外一个更有力量去承接更多未来可能遇到的压力，就是有一点像是，嘿，你还是要相信世界啊，笨蛋。对，还是要相信。我觉得是这样。那我也不知道你还能不能相信爱情，但无所谓了。那你在这一段交给老天爷，交给时间。那你在这段公关危机事件里面，那你自己学到？我觉得当一件很糟糕的事过来的时候，我应该要先冷静，事情怎么应对进退，也不要撒掉北冲哦，该稳定就稳定。我们之间有太多的经历，就是很感动，不知道怎么用言语形容。对，但是是一个很奇幻的冒险旅程。我人生可能没有第二次机会有这个，当然我不希望第二次。我不要。我记得你之前有讲过一件事情，叫做什么？公关是要用到的时候还是什么？理解，在我的立场里面，我希望大家的日常风险管理绝对会优于你到时候危机公关大师的出现。对。所以呢，这时就是来公开的出的书啦哈。你近期出的这是专门危机公关的这个册嘛，然后也是你今天讲的一些专业知识，都在这个书里面很精华。最近呢是出这来这人变无感，我们在变笑脸，就今年低调，这本书低调，结果有一个人说要当封面。品牌行销圣经的这本书里面，其实我想要让大家看到的东西，就很多人有可能是学行销的，有可能不是学行销的，你可能对行销业界这件事情是有兴趣的。这本书是个入门书，它其实只问几个问题。如果你是一个品牌，你是谁？你要传递的关键讯息是什么？你要卖给谁吗？其实，在危机发生之后或发生之时，你要用《危机公关严上对策》这本书去对应。可是呢 ，Andy 老师，你这一次的这个公关事件里面，其实我用到的不只是这本书，其实是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刚一直在讲你的品牌人设是什么。如果我定位是国民儿子，如何把这个定位发扬光大？那这个就是品牌行销圣经要教给大家的。而且现在这个时代，不管是网红艺人、品牌，或者是公司，甚至是一般民众，我觉得都要有基本概念。自媒体的红利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去学这个东西，对自己的未来都会有帮助。点下方资讯栏或留言区的网址啊，这部分才不会改，300几块处理改。如果各位喜欢这部影片呢，记得按赞、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随时可能会出事的可能爱乱骂人的在网络上打东西的，不要骂人之前先做好危机公关的概念，不你真有可能会出代志哦。就这样，大家拜拜，拜拜。